好看这人开的房间啊，海战已经11连胜了。既然11连胜呢，我们进来玩一下，对吧？准备终结他的连胜了。然后这张地图呢，叫做深水炸弹。我们随机到那个苏军啊，他随机到那个盟军，他要求是随机的。但是这个地图呢，苏军很难玩了。为什么很难玩呢？因为呢，海战模式什么都造不了，对吧？基洛夫也造不了啊，反正什么东西都造不了。我们是苏军的话，就只能造潜水艇。但是这个地图呢，你潜水艇没啥用啊，因为潜水艇的移动速度比较慢，你追不到它的驱逐舰。它那个驱逐舰呢，移动速度比较快，而且呢还可以打岸上。我这块地盘也比较小啊，我这个基地在这个地方也容易被它的驱逐舰打得到，所以说这一盘呢，我就不打算出这个潜水艇了，因为潜水艇比较贵，1000一个，而且呢移动速度又慢，追又追不到它，它那个驱逐舰肯定会放你的风筝，不会站在这里跟你对打的啊，所以说我就不出潜水艇了。我们先装狗啊，到中间针对一下油田。因为中间呢有6个油田，一人占3个，我先装3条狗过来，看看能不能咬到他的6人啊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他站上面的，对吧？站上面，我的狗过来放狗咬他的6人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占了一个油田，占了个油田甩了一个地堡，这样就针对不到他的油田了。所以说这个地图呢，基本上都是盟军的天下啊。这个地图苏军特别难玩，这没办法，他要求随机的，我随机到了苏军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家里的油田占了。这边呢来了一个气垫船，对吧？估计是装了个头啊。我们造个地堡，然后出2条狗。你看他驱逐舰来了，我没有造潜水艇啊，因为造潜水艇没用。我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？我是想呢，我早一点出高科技，出高科技呢，我们准备造章鱼啊，造章鱼去绑他的驱逐舰。现在是卡电的，因为现在造核电厂不行，核电厂造的家里啊，很容易被他的驱逐舰打。我情愿卡电，我也不造这个，核电厂啊，因为造了核电厂。他那个驱逐舰围在岸边上，把你核电厂打爆，就在自己家里来了一个核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气垫船装6人了，装6人呢，准备到他家后方，去抢他的油田了，看看能不能偷他一下。我们是苏军，只能偷啊！你看他这个驱逐舰非常多，对吧？而且我这块地盘比较小的，特别容易被他的驱逐舰打得到。你看到没有？我只能把基地拖动一下。而且这个海战模式呢，苏军是没法造坦克的，你不能用坦克去打他的驱逐舰，怎么办？这块地盘是最小的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油田占了以后呢，赶快，哎呀，你看一不留神被他偷了，被他把我的雷达偷了，必须赶快打开基地呢，准备造地堡啊，现在只能造一点兵。然后我疯狂的出这个章鱼，用章鱼去绑他的那个驱逐舰啊！但是我们先守住家里，你看他这边偷了我的雷达，一直在我家里甩地堡，矿场也没了，只能用牛车加动员兵打，对吧？先把他这个打掉啊！然后我去偷一下他，看看能不能偷到。放6人呢，准备偷基地，他直接把基地收起来了，不好偷啊！这下怎么办？他已经抢占了制海权，我们只能赶快造这个章鱼啊！现在只能造章鱼，而且矿场也没了。主要这个地盘太小了，没地方摆，对吧？赶快把重工卖掉，重新造一个矿场。然后这个对手呢，已经抢占了制海权了，所以说这个地图呢，苏军特别难玩。如果你去造潜水艇的话，你会非常卡钱啊。等一下你说章鱼啊，出高科技就没钱啊，我们就只能富贵险中求。我就准备了在他家里偷了个油田，在这里甩一个船厂，准备走他家后面来导弹船，对吧？他好像没有跑开那个油田边上的视野啊。他的驱逐舰呢都在我家，你看到没有？都在我家压制我，准备打我的矿场，打我的牛，不让我采矿。然后我们在家里甩一个船厂啊，吸引他的注意力，让他呢去打我家里的船厂。我们走这边出一个导弹船，他这边明显没有视野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跑开这个视野，我占了这个油田，直接在他家里甩一个船厂出导弹船，然后导弹船呢准备炸他的高科技啊，先炸高科技，因为我的章鱼出来了，他会造海豚。只要把他的高科技打掉，他就造不了海豚。没有海豚的话，他就解救不了那个驱逐舰了。我这个章鱼可以慢慢绑，然后再把它重工炸掉。你看，炸掉重工以后，准备炸基地，他把基地收起来，我们赶快炸矿场。然后他一看呢，我在他家后方
出了导弹船，他的驱逐舰就要回来，对吧？回来也不用管了，我们直接出3个导弹船，就不要去造其他东西，先造3个导弹船，然后导弹船呢2个炸他家，1个炸中间的油田，他只能打我的导弹呢，但是这个导弹呢自杀性的袭击，你看到没有？直接把他家里炸完了，然后再炸矿场，在中间呢再炸油田，这样这个对手呢估计守不住了。然后我们赶快出章鱼，他没有海豚，好像有1个，他只有1个海豚，他那个高科技出来造了1个海豚，但是1个海豚解救的比较慢。我到处都是章鱼，我一直造章鱼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导弹船兵分3路，家里再甩船厂啊！我有5个牛采矿，经济还可以。再把它中间的油田给它炸掉，哎，你看这个对手呢回到解放前的，对吧？然后他就打字了，他说再来，我没有注意你在这里甩了一个船厂，没有跑开视野，我当时也没注意被你偷了呀。然后他叫我再来一盘呢，这样他就守不住了，对吧？他被我这个导弹船给偷袭了，直接家里给炸完了，油田也炸完了，直接受不了投降啊。然后来看第二盘呢，我是盟军呢，他是苏军了。这一盘呢，我们在那个左上角，他在右下角。这个地图呢，盟军打苏军的话，基本上是吊打啊，苏军很难玩的，除非水平有差距，不然的话苏军很难赢。因为这个地图呢，盟军的驱逐舰太厉害了，这个苏军你造潜水艇的话，你就基本上没有钱，那个潜水艇比较贵，而且潜水艇呢追又追不到他一直放你的风筝，绕来绕去，因为驱逐舰移动速度比较快啊。这一盘我是盟军的话，他是苏军的话，看看他能怎么玩了。我估计呢，他是苏军，那肯定就是来偷我，只要偷到我的他才有机会，偷不到我基本上苏军很难玩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造一个船厂，先造2个气垫船了，先造2个气垫船，占下中间的油田。我就算没有抢到中间的油田，苏军也很难赢，因为苏军的话，你就算有6个油田，中间6个油田都给他都很难赢。我只要驱逐舰一出来，到他家里绕2圈，高科技一出来，海豚一出来，他就没法玩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油田拿了，哎，带了2条狗啊，他想咬我的6人，我们甩个地堡，先把这个油田占了，然后出2个矿场啊，因为这个地图呢家里有采石矿，经济呢也比较好。哎呦，他在油田那里还藏了个地堡，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地堡打掉啊，打掉地堡以后呢，然后我们再中间出个兵营，再把这个油田拿过来。这样我们占了3个油田了，然后我们造一个头呢，去偷下它，再把家里的油田占了。家里这个油田一定要占，不要跟上一盘一样，他不占被我占了，然后在我这里甩船厂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油田一定要占了啊！占了以后把这个地方的视野跑开，防止他跟上一盘我那个战术一样打我。然后你看他造了2个气垫船，一个走上面，一个走下面，对吧？有可能想去偷我。然后我们提前在家里造一点兵啊，不要舍不得钱，提前造10个美国大兵，他想来偷我们一蹲下来，再甩个地堡，你看一下子就把他的气垫船打掉了，升了个3星。然后我们偷下他，看看能不能偷到，没偷到没事啊。我这个驱逐舰一过来，他的基地车就站不住，因为这个地方地盘比较小，我的驱逐舰可以打得到基地，你看到没有？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气垫船了，我当时看到了，它上面有个气垫船，有可能想偷我们得随时观察。然后他造了潜水艇啊，造潜水艇没啥用，潜水艇呢，你造了你就没钱了。你看这边过来了，我有3星大兵，你看他又把他的那个气垫船整死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直接带着他逛花园，他造这个潜水艇根本没啥用。造潜水艇他追不到我呀，我这个移动速度比较快。然后我们一直绕来绕去啊，准备打他的矿场。他要追我的驱逐舰，潜水艇必须得过来的话他也打不赢我的海军了，因为盟军的海军要比他的海军厉害，他这个潜水艇呢走得太慢了。然后我们直接点掉他这个潜水艇啊，我们出一个重工，早一点攀高科技啊，出个重工呢，等一下造几个牛车，这样经济更好啊，再把他重工打掉。哎，打掉重工，他高科技出不来高科技，他就造不了那个章鱼了。他的玩法跟我的玩法不一样，我是不造潜水艇，他造了潜水艇，他的经济很卡钱的，因为一个潜水艇1000，他造个5、6个潜水艇就花了5、6千，你看他高科技根本出不来。上一盘呢，我是不出潜水艇，把这个钱呢节省下来，出高科技造章鱼啊，造导弹船突袭啊。然后这个对手呢，你看明显就没法玩了，对吧？他就打字了，他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要如实诚实的回答我，你有没有作弊？他说我是作弊的，你看这个地图
然后我就打了一个问号啊，我就跟他说我怎么就作弊了呢？我是行走的作弊器，对吧？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诚实回答我。我说我是个行走的作弊器，然后这个对手就打了一个。哦，他好像认出我了，因为我经常在视频里面说，别人一冤枉我是作弊的，我就说我是属于行走的作弊器。然后这个对手呢，他就认出我来了，对吧？认出我来了以后呢，他就说，那你就是08咯。你看，他说你不是作弊的，那你就是08咯。估计被这个粉丝认出来了。他说你还不回家带娃？因为这一期视频呢好像是晚上11点钟打的。他说你这么晚了你还不带娃，又来偷袭我。这你开这个房间11连胜了，对吧？我正好看到你这个房间名进来的呀。然后打到这里他肯定没了啊，因为这个地图苏军很难玩。苏军呢，你只有偷到盟军，没有偷到盟军基本上玩不了。他如果造潜水艇，造那个海螺，配合那个潜水艇也没用，因为这个驱逐舰移动速度太快，而且他这块地盘又比较小，我只要一压住他，他根本玩不了。就算中间6个油田都给他，他都玩不了啊！因为我们有2片矿，这个2片矿啊，这个彩色矿非常多，也不怎么卡钱啊。然后打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出航空母舰了，对吧？哎，航空母舰一出来，他就守不住了啊！所以说这个地图基本上都是盟军打盟军的。最近老有肉人说自己不持久了，这很严重啊，赶紧请出妙姐，这双妙手1:1完美复刻按摩店老师傅，特别大力，特别舒服。打游戏的时候我都背着按，肩膀通了，脑子也通了。要不说能一直霸榜好评，销量回购榜首呢？回回打开私信都是来问券的，光我这里都征服了几千个肩膀了。不管你在哪里，这小肩膀一难受，你就用8D 按摩头狠狠按，上面顺着肌肉纹理加柔脖梗，下面对着僵硬的斜方肌和富贵包推，再开上温温的热敷，只要几分钟，这肩背就能放松不少，从内到外都被妙界调教的舒舒服服。咱也是妙界铁粉了，按完肩膀下个流程必然是揉揉小腿，捏捏小腰，全身都能爽个够。不是会员费开不起，是妙界的配置和体验感更高。今年操劳了大半年，咱得好好保养起来，别真被酸痛堆积压垮了颈椎。和我一样备个妙界，随时按按，这按摩类 top 1的品质，送谁都是包夸的。评论区领券，全年底价，保价1年，买贵退差还送运费险，1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早买早享受啊！